好久不見，我回來，我是一寬。我確實已經很久沒有拍影片，大概有2年多吧。應該說要穩定拍的話，中間大概就有空會拍一下。那為什麼我這麼忙呢？主要是因為我簽了一些藝人，大約就2年前開始。其實我簽人這個行為啊，業界的朋友都會跟我說：“一寬，你不要簽，不要簽了，你會後悔。”每個人都這樣跟我講。主要原因就是他們會認為說，台灣的市場這是比較屬於經濟面，那第二個就是屬於感受問題了。我簽人啊，我如果做得好，他們會覺得都是他們厲害，他們自己優秀的功勞。如果我做不好或運氣不好沒有成功，他們也會覺得是我的錯，對，就是在關心我，就是好朋友這樣子。那我就會這2年沒有什麼時間拍片，其實主要是花在他們身上。但我又經常感覺到自己做得很模糊。那這個模糊感是來自於哪裡呢？應該是來自於比較，因為我之前在日本嘛，做過日本的團，有做過韓國的團，會覺得說，為什麼台灣的團那麼難做？它單單是因為環境問題嗎？對，當然環境是問題，台灣的經濟是問題，政府補助也是個大問題。你看韓國補助那麼多，問題就少很多嘛。對，但因為日本也是一個補助不多的地方，會發現說，為什麼台灣的練習生們這麼容易出狀況？就算在這幾年或這個全球業界來說好，台灣確實比較弱的。同齡的話可能還 OK， 大概就60分到70分左右，但跟日韓那些比的話，真的差很多。那因為加速這個認知，能夠讓台灣藝能業界的發展變更快，所以我今天想要拍個影片來為自己做個記錄，所以我不會放很多特效什麼的，就是拍給我未來自己爽看，我想跟我合作的人也可以看。然後台灣的練習生有什麼問題呢？我大概分了4個部分，可以跟各位講一下。那當然4個部分裡面也會分一些細節啦，我就會每個部分盡量的讓他講的詳細一點。首先，我認為台灣的練習生容易做不起來，有問題是跟台灣的社會價值有很大的關聯。我回台灣以後就發現，常台灣會聽到人家說做自己，好像我前面影片也有提到過，為什麼做自己這件事本身是有問題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是一個社會，我們是一個團隊。就在台灣，它也是一個群體。如果每個人都做自己的話，我們什麼事都做不好，因為每一個人他只是想到他自己。真正做自己這個字是源自於hip hop 文化的 keep real，keep real。嚴格來說，應該算是要保有初衷的努力下去。那 hip hop 裡面也有一個叫做 B boy 元素。那 B boy 是做自己而已嗎？B boy 叫 breaking boy，break， 然後去突破很現狀的東西。你要進步嘛，你要變強，然後進步以後你就成功了，所以是 B boy break boy。就以精神價值來說，台灣好像普遍誤解了做自己的意義，覺得說，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你不要管我，我爽就好，變成這個扭曲了。這個是我覺得比較遺憾的地方。你會很注重每一個人的面子、尊嚴，然後變成台灣現在練習生都蠻有尊嚴的，渾身自尊，但眼高手低。這是我覺得台灣普遍練習生遇到的情況了，我遇到的。對，當然有例外。後來啊，因為這2-3年我在台灣有一些學校辦甄選嘛，就我想要選一些藝人簽下來嘛，發現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學校從小到大的環境跟教育會造就你是什麼樣的價值觀，會因為你的教育的過程而調整。多少學校應該要有一些教育的效果吧？學校要負責的教授嘛，但我跟你們講，沒有，幾乎沒有。為什麼呢？因為那些老師們都是以前業界做自己的那些人，到最後到業界就會沒有工作嘛。你要學校就會邀你去教書，因為學校董事會們他們不 care 啊，董事會是用來幹嘛？能夠教育當然最好，但賺錢很重要嘛。之前在學校甄選也有發生過一些很離譜的事啊，比如說我去某個學校，因為我挑很多人嘛，就女生不滿意，我沒有挑到她，後來他又跟學校老師說，一寬到學校甄選的時候有摸她的臉，這樣子。那我想說，我摸他的臉，所以他要給我錢啊？沒有，開玩笑。後來看影片查閱，我們就從頭到尾我們認真的看，我完全沒有碰到任何一個學生的任何肢體，我幹嘛碰他了？但那個妹就告訴他的學校老師說，一寬摸他的臉，那個老師就跳舞出來，也不經過查證，也沒有來問過我，就直接很氣憤的說，他摸你的臉，檢舉他，怎麼可以摸你的臉呢？這樣子就會發生這樣莫名袒護學生的行為，也不去查證到底為什麼。從這一點來說，就可以知道教育出很大問題嘛，對吧？那當然這只是一個個例啦，某些學校是 OK 的。然後因為學校的老師們像剛剛說的，在業界也不夠資深，他就教不了學生，比如說產業結構教不了，因為他也不知道，或藝術與市場的關係，甚至到基本禮貌，那就變成他們教出一堆學生之後到業界來雷我們業者，就是這種感覺。其實因為現在少子化啊，所以很多學校也是為了要讓學校可以生存，因為學校生存，老師才有薪水可以領嘛，所以變成以前該當學徒的角色變成金主。那我也是有遇過在演藝學校教課老師，他說沒辦法，因為他們不這樣做的話，學校也會對他們施壓，所以老師都只能夠當的像安親班的人一樣。對，這個是一個台灣教育的悲哀吧。
我不知道有多少行業是這樣，但最少演藝業是這樣子。好，那麼再來第二個，這個做人的原則，第一個禮貌，好像變得會做禮貌的動作了。特別喜歡韓國那些，他們會懂得要學韓國去鞠躬，對，因為他們可能去韓國看過，所以他們覺得應該要這樣做。但我發現他們不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做。上周吧，有面試一堆人，很多人都是有去韓國過的，去韓國參加過節目的，發現他們一開始表面禮貌很好，但越聊越發現不對，跟我在日本遇到的韓國人就是不一樣，因為他們不懂為什麼要禮貌嘛，也不懂這個核心的那個是什麼東西，所以就會覺得說，聊聊，覺得他們還是蠻台灣的。接着就跟我談要抽成能不能夠分配的不一樣，他要跟我改成不同的分配方法，不同分配的條件跟我談的已經不止一個人，大約這半年就有3個人，加上上周的3個人。當然每一個人都會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夠多一點回報，這個我很清楚，我也當過表演者，但他們可能不太知道這個產業錢往哪邊去。所以為什麼通常都要7-3分？大部分台灣的主流都要7-3，是因為7裡面可能有3到5都拿去當成本的。你看得到，你聽得到，你感覺到的都跟成本有關。对，所以也為什麼日韓很多會到9:1，或者是9.5比0.5，甚至0.12的都有聽過，因為公司要付的錢很多。那其實藝人很簡單，就是上台唱歌跳舞就好了。平常不要亂喝酒，不要亂犯罪，抽菸不要被看到，其實就 OK 了。他們不太了解說這個行業的樹狀圖長什麼樣子，好像表面做到禮貌，但其實內心會讓我覺得他不懂。我得教育他，但有時候教育你又要花半年讓他去了解，因為他要吸收嘛，會有偏見嘛。我已經被染成紅色，你要我被染成不同顏色，這個很難嘛。甚至同輩們之間的互動，會發現現在台灣年輕人的互動比較沒有那麼的熱絡，但藝能界特別團體又很注重一個東西叫團魂。你們看五月天為什麼有名？他們只有因為音樂好聽而已嘛，也不止，因為他們的團魂很好。然後 Energy 為什麼後來復出又會那麼有名？因為他們的團魂建構很好，不是因為他們都會唱歌、都會跳舞那就是金字塔構成的一部分而已。對，是因為團魂是他們的根基。那會發現現在台灣年輕人要變得熟、要變得熱絡，好像很慢，好像這個距離感會比較強。同儕之間也會礙於，因為擔心對方不喜歡自己，有些話不敢講，然後都變得不積極。但你一天不練，韓國就練嘛，日本就練嘛，或別團就練了，你就比別人落後一天了，經常這樣子。好，前面講的這個跟做人原則有關的，其實主要都跟繞着禮貌跟習慣的文化。那麼再來就是審美。審美我覺得比較難救了，因為其實台灣人審美就是不好，我們對色感就是差，我們聽感就是麻痹，我們外面那麼吵，我們的耳朵都有問題。台灣其實要被別人帶着走，我們的審美是被別人帶着走的，因為台灣一直都沒有自己的審美觀，一直都沒有。可能你多少能夠挪用一些文化來變成台灣文化，這件事要做到不難，只是你要變文化是沒辦法一石二鳥你必須要一直笨笨的拼命下去，所以文化會造就一個民族的審美。对，那麼台灣現在基本上你在台灣的話會發現都韓國風。我們現在原子少年以後、未來少女以後有多少男團女團都韓國風，台灣是沒有自主的審美，我們是沒有的。你要做團也會覺得就叫韓國。年輕人不管男團女團，他們能夠想到就是我要像韓國那樣的舞、那樣的歌、那樣的操作、那樣的 MR， 到最後就是韓國。但因為你沒有韓國那麼大的資本，你不可能用那個玩法嘛，所以應該是要盡量做不同於韓國的風格，才可能出圈嘛，因為你要有文化基底在嘛。那我知道，當然現在會有很多台灣人反駁說，沒有啊，易寬你說不對，韓國他們不是席捲全球嗎？那這個我要跟你們科普一下。對，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世界排行榜來看2023年的2年前的，韓國第幾名？第7名，第1名美帝 ，OK， 好，然後第3名 UK，OK。好，那麼再來看2024年的這個韓國第幾名？第7名 ，OK， 日本第2名，美國第1名，第3名 UK， 第5名 China。好，那麼再來看一下2025年的韓國第7名，第2名日本，第1名美國，然後第3名UK， 中國 China 變第4名。這個全球的音樂權威 IFPI 來的數據報告是不可能出錯的。不相信的話，你自己去 Google， 自己問你的 AI 吧。當然，我也不是說你世界排名沒有那麼前面就不好，並不是这個，而是席捲全球這件事情，我覺得台灣人都被洗腦，會覺得說你只要這樣做，你就會席捲全球，因為他們這樣做成功了，你就要做一樣的事，就跟蛋塔效應一樣。你們應該都知道蛋塔效應吧？算是大概10多20年前蠻有名的一個社會現象，也同時定位台灣人的某種尿性，就是有人做這件事成功了，那我就要做，大家都來做。大家以為做成功的人做的事就會成功，但是後來全部都倒光了。
2020跟2021年左右 ，BTS 確實是有席捲全球哦，確實他們那個時候賣得非常好，但那不代表韓國席捲全球哦，也不代表你們就要去做一樣的東西。好，那麼第二個就是對於音樂或藝術的感受變零。我覺得真的是趨近於零，變成你的喜好都要來自於韓國做什麼，你才覺得它是好的。就算韓國做的是20年前的合成怪獸，以前真正的第一首，你會覺得那個不好，那個很老，那就是你真的不懂那個音樂元素或是舞蹈元素，會變得看不懂流行以外的文化。因為我們要做藝人呢，其實很重要的是你必須要有自己的 style。好像歐美他們很多音樂人會成功，或日本也有音樂人會成功，是因為他們的音樂風格有自己的風格，他們有自己的習慣的編排方式，或習慣的音拉長再突然變快的方式，或他們習慣的合成器把他的聲音調得很特別。像那個很多歐洲 DJ、EDM 他們會這樣做。然後很多歌手因為他們唱歌有文化底蘊，因為他的 R&B 跟以往的 R&B 不太一樣，但他不會偏離 R&B 或爵士樂一樣。變成他們現在台灣的那些練習生看不太懂，也聽不太懂，甚至不想聽。但問題是那是音樂文化的根基嘛，你必須要做功課。對，這跟喜好無關，這是一個任務哦，你要去做功課。舞蹈也是一樣，對，變成大家只會跳 K-pop 的 cover dance 流行舞蹈，但是基礎都不太知道，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動作，他就一直做。我只要做好看，有尖叫聲了，那我就成功了。這個角度或許也沒有錯啦。太藝術家的人也缺少流行的要素，但你不能只偏一邊，兩邊都一樣，都要有的。然後好像台灣練習生就不如日韓的那些練習生，我教過的那麼會去追求知識、追求流行文化，跟着別人的屁股走。韓國做什麼你就要跟他做一樣的，你就沒有自我。其實之前呢，可以跟各位分享另外一個小故事，就是日本有一個團，我不太適合講團名，對，因為我有認識裡面的人，是日本某個很大的唱片公司投資的，他們做的風格起初很像韓國，那當時日本的本部的所有人是非常的不支持，會希望他們做像日本的東西，然後最後他們就做慢慢像日本的東西，也確實很成功，在歐洲、在美國也常會表演。那這種我覺得某些文化堅持是需要的，因為像剛剛說的，文化不能一石二鳥，你不是學一下文化挪用，然後就變你的風格，對吧？所以這種事情，我覺得可能業者們也要思考，那練習生們的審美也要去提升，才能夠知道下一步可能要怎麼做。我不是阻止你們看 K-pop， 我覺得 K-pop 很厲害啊，他們很多東西我也蠻喜歡的，但你不能只有看 K-pop。我覺得一直看 hiphop 也會變得越來越窄啊，因為你是要做藝人，你沒有一個程度的包容度哦，對文化包容度你是不及格的。好，再來第四個，通常我們努力成長是一條線是這邊的線過去嘛，但也有可能中間會這樣繞過去嘛。但我感覺現在的年輕輩台灣的練習生們，他們的努力就比較像點對點，對，就一張紙嘛，然後畫兩個點。你對折啪，你就直接到那個點了。我就感覺這樣子，然後中間他們的那些路都不想要走，就是有點速成文化。後來也會研發一些眼高手低的問題。我不覺得這只是因為抖音文化，因為大家會怪短影音嘛，說他是因為看抖音才這樣啊，大家都這樣子啊，沒辦法啊，就抖音文化這一輩都這樣啊，什麼之類的。台灣很多人會替他們找這個借口，那我覺得這個借口是不好的，因為日本人也滑抖音嘛，韓國人也滑抖音啊，抖音全世界都愛滑。當然，日本有不同問題啊，比如說他們的這個代溝的文化，但那個是整體社會。整體的日本藝能界，我所接觸到的可能都還是師徒制度，師徒制被很多台灣很左派的人認為很傳統的做法，很父權的做法。但目前反而日本因為這樣子，所以問題不大，沒什麼問題。就最好在實力部分，好像台灣人太省略了這個努力的過程了。比如說我的練習生我這個也不算是洩露什麼內部機密，都完全沒有。經常我會覺得要給他們上課，不管藝人觀念課也好啊，基礎音樂鑑賞課，因為你要知道很多音樂文化不同，你要知道什麼類別的，你要知道舞蹈的基礎課啊、街舞的課程啊、爵士舞的課程啊，我都想給他們上很多種的課。但台灣現在真的沒有辦法做到就完全沒辦法把日本那一套或韓國那一套直接壓過來說我要這樣做，然後他們就會做，不會。他會給你遲到，或他會跟你說：“對不起，我要上班，我要打工。”我覺得自己很努力了，我付出了。對，所以這個點和點的這個觀念呢，就是什麼都想要快速，多少也跟台灣的環境有關係。你看台灣一堆那種才藝補習班的或什麼線上課，都在教你什麼？都在教你短時間內就可以學會這些招的訣竅，就是撇步。某些產業可能 OK 啦，比如說剪片，對我來說是比較可以的因為我會剪片嘛，就比較能夠速成的。我以前在台灣的時候就有這個文化，就是很多藝人來找我上課嘛，就他們公司會說，易寬老師能不能夠讓他5堂課內變得很強什麼的，我都幹不可能，然後他們後來就會找我這樣子。那因為現在好像這個觀念變得很普遍，大家都想要速成就能夠上台使用，我們永遠比不上日韓。